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寂静光明的，本来没有烦恼的，那么究竟是什么遮盖了我们本自解脱的本性？又是什么让我们产生了种种虚幻的苦和烦恼呢？答案呢，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。在心经的开篇讲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大意呢是说，当我们能够发现五蕴本是不存在的，那世间一切烦恼苦难也都将瞬间化为空无。当我们追求世间的快乐与满足时，就必定会随之产生烦恼和痛苦。无论你追求的是什么，钱财、名利、饮食、情感，甚至是睡眠。失眠的人向往睡着，心烦意乱之人向往清静。这种向往与执着反而是痛苦本身。佛家呢称之为求不得苦。另一方面，当钱财、名利乃至自我价值等许多目标达成后，我们又会变得患得患失，想要长久保持，或是又会产生新的欲求。之前的满足与快乐仿佛又不见了，就好像快乐变坏了。佛家对此称之为坏苦。人生中还有着行苦，例如年轻的容颜不在，身体由健康走向衰老，生老病死变化发生，这些都属于一种行进变化的苦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着五蕴炽苦，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苦。就好像就算你吃饱喝足了，有时候也会感到惆怅和匮乏。身体本来很健康，但有时也会感到哪里不自在、不舒服。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林黛玉，衣食无忧，没事就去郊外走走，莫名其妙地看见落花，也感到惆怅、悲伤。对于种种苦，大多数人的一生都会迷失在其中轮回。而解脱的关键，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够从每一个正在发生的烦恼、迷惑、执着和苦之中清醒。这也就是烦恼即菩提的意思。烦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见自己是谁的机会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转化它的机会，去看见正在发生的烦恼产生的根源。一切烦恼当即便会消散，剩下的便是清净祥和。这也便是观自在菩萨所说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的深意。解脱一切苦，就在于照见，就在于观空。就好像观自在菩萨的名号，因观而得到身心的大自在。观照的瞬间便是照破的瞬间，无数这样的瞬间连接起来，便是恒长的喜悦快乐。这便是度尽了自己的一切苦厄。自己的一切苦厄、烦恼、贪求、执着没有了，那么对待他人和世界就会是一种慈悲和服务的态度。这种慈悲与爱没有目标，不针对任何人，而是人人平等。一个人并没有帮助和慈悲另一个人，一切都是自然的益处。这样的身心状态才是所有人的本来面目。这也便是佛家所谓的自性功德。长久以来，我们只是陷入了惯性的烦恼、习惯和思维之中，一切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。遇到某种境遇就会引起某种身心状态，我们很难自己做主，这便称为迷。迷于其中，打破这种迷的惯性，去发现迷发生在哪里。原来迷与悟同根同源，皆在自心。这种发现的过程便是修行，去看见自己究竟是谁，也称为明心见性。而见到这个性了，一切烦恼、迷惑都将终结，因为一切都是依它而起的。就好像你看见了大海，回归到了广大，便不会在意依它而起的浪花的形状。而实际上，自心就是这一切的根源，就是这一片大海。
也即是佛家所谓的自性佛。自心即是佛。那么我们要如何去看见自己的真相呢？造成自己看不见真相的原因，便是我们开头所讲的色受想行识五蕴。继续用比喻的方式来说吧，这五蕴犹如浪花上的五种形状。当我们只看见形状，看不见本质，便成为了一朵孤立的、流浪的、迷惑的浪花。然而究竟来说，浪花的形状也依大海而生，五蕴也是真相的产物。所以五蕴本是如来藏，照见五蕴皆空。某种意义是照见了其中的真相，而不是照见了空无一物。只不过是要空了这个表象，才能看见真相。我们具体讲一下照见五蕴皆空。首先，色蕴。所谓色蕴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分别能觉知明暗、声音、气味、味道、冷暖舒适、念头，它们皆属于色蕴。照破色蕴的方法呢，便是止观。就拿一个念头来举例吧，我们无论发生一个好的、坏的、高尚的、低劣的念头，念头本身便是五蕴中的色。观空它，照破它，便是不在乎任何念头的色。好坏善恶通通在我之外，念头会自己发生变化，会自己生灭。好坏来去其实是一种常态，真正的不动本性就隐藏在好坏来去之中，犹如海水就在浪花之中。然后是受蕴，以一个感受来举例，感受便是五蕴中的受。受依旧是一种变化无常的东西，就好像手掌摩擦会产生冷热感受，念头之间的摩擦会产生身心顺或逆的变化感受。因此任何一种感受都不能独立恒常的存在，都是因为各种原因交互而发生，本质是变化无常，无法实际留住的。而佛陀证悟的本性常乐我净不同于五蕴中的受，它不是另求的，不是用某种方法造出来的，是无求而本有的。犹如在一切浑浊的水之中，本有着清水的本质，这也是物的含义，直接去成为那个发生的根源，那个存在的底蕴，那个真相。物也代表着接纳，发生什么感受就接纳什么感受，真心接纳的瞬间就是照破的瞬间。本性的正受就隐藏在烦恼的感受之中，如来本就藏身于其中。接下来想蕴，想蕴的大意呢，是我们的大脑能够运转的意思。大脑的运转是一把双刃剑，在很多时候，我们分不清自己是大脑的主人，还是大脑是我们的主人。大脑的运转也不会经过我们的允许，总是会产生出很多的疑问、烦恼等等。而照见想蕴呢，是我们摆脱大脑控制、解脱心中烦恼的关键。想蕴就好像我们的大脑能够思索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种种事情，并且能够对种种境遇呢，进行好坏、善恶、对错的定义和定名。比如说，我们将某种颜色定义为绿色，这个定义和回想的过程便属于想蕴。就如《金刚经》所说，佛说凡夫，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凡夫本不是凡夫，是想了个名字定义为凡夫而已。同样，开悟本非开悟，是想了个名字定义为开悟而已。乃至烦恼本非烦恼，也只是想了个名字定义为烦恼而已。定名与想造成了局限和束缚，就像恐高的人一想到高处就会脚心发软，饥饿的人一想到食物就会流口水。我们想到某些过往就会难过或者开心，想到某些未发生的场景就会担忧。然而一切真的发生了吗？并没有。即便事情真的发生了，那一刻事情依旧是事情本身。
我们对它的定义和感受，依旧是借由过往的经验和经历，片面的构建与想象。比如吃下一口食物，食物的味道，我们需要想一下才知道。在想之前，一切味道都是它们本身，并没有名称，本没有好与不好之分。这便是所谓的一切法由心想生。实际上，一切法皆是假名，一切现象都是我们的定义而已，本质无好无坏，无可定义。所以菩萨无所畏惧，敢于直面和透过一切假名，去发现其中无可定义的真相。以此也便是照见想蕴本空。下一个行蕴，行是想之后一种更精微的现象。我们心能想的过程便是一段行，也可以理解为造作的意思。比如我们现在不快乐，想要另求一个快乐；我们现在感到烦恼，想求得解脱，这些都是造作。犹如《楞严经》中说：“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。”意思是，人心本是清楚明白的，却要去另外想明白一些道理，另外造作一些什么，另外去洞察清楚什么，所以才会体会到迷惑、烦恼、无明。这即是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。停下一切造作，即是所谓的歇即菩提。真正懂得歇息的人，会回到真心清清楚楚本身，而不是清清楚楚地去知道经历些什么。这也即是禅宗所谓的灵光独耀。犹如光即是光本身，它并不需要去照耀什么才能显示自己的光明。理解到这一点，也即是佛家所谓无作妙明本心的含义。因本无作无形，所以本自妙明。理解到这一点，你就知道所谓持戒的最高境界，便是戒性亦无。我们并不应该因为恐惧什么，比如恐惧下地狱而去戒除什么，而是应该连戒的这个概念都没有。能戒能做的心与所戒所作之念之事皆不存在，本不发生。这样我们也将在没有挣扎、没有对抗、没有纠结中戒除一切贪恋欲望，这便是无戒而戒。最后一个时运，时运被称为颠倒微细经想。所谓众生颠倒，这个颠倒的原因便是时运。时运是五蕴中最精微的现象。比如当我们睁开眼睛时，眼睛会呈现出一幅景象，此时的时运便成为了眼睛中的眼识，它让眼睛呈现的景象层次分明，我们能清楚地识别到这个颜色不同于那个颜色，这个人不是那个人，这个物体不是那个物体。时运体现在耳听时，就是我们听见许多种声音，依然能清楚识别到声音的不同。这个是鸟鸣，那个是人声，另一个是车辆的声音。所有声音并不会混为一谈。佛家有一句话叫做万法为识，意思是生命一切身心感受、智慧、观点，乃至宇宙一切现象，都源自这种清晰的识别，能够识别到它们。时运表面上是一种清晰、安静的识别，犹如独自发光，能够明白照耀一切。我们照见五蕴皆空，这个能照也是识。如果没有识的存在，一切色受想都不存在，因为一切都没有了一个能知道它们的主体。就像没有了镜子，一切镜像都会不复存在。但是这个清晰的识依旧还是有局限的，所以称之为识因，一种阴云般的障碍。这种障碍在哪里呢？楞严经对此形容为如贫家贫，隔越虚空，望成内外，故名为阴。意思是说，照见识蕴本空之前，我们会认为这个识是自己的，自己可以用它，所以有了心识在自己身内的感觉，有了内外之分，有了你的心，
我的心之分。这就好比我们把虚空装进了瓶子，远行千里，在千里之外，瓶子里的虚空究竟是之前的呢，还是这里的呢？其实虚空无内无外，我们的究竟本质真心自信也无内无外，它周遍法界，我们走到哪里，这个能知能明的心便发生在哪里。当我们照见了这个实是本空的，就像把装饰的瓶子打碎了，这时候心就会变得无内无外，无出无入，无挂无碍。这样通透的状态，王维有一句极具禅意的诗能够契合：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在任何幽静、高深、不为人知的角落，都有着真心的无限在映照。这种空与有相融的圆满意境便是禅。而具体如何照见时蕴本空，一片通透呢？我们无法用念头来体悟空是什么，也无法想象、描述、定义空是什么。唯一的方法就在于用识来照破识，用觉知来照破觉知，用观来照破观，就像用两面镜子互相一照，便是一片通透无挂碍。此时照者也即是被照者，我们将变得通透而毫无挂碍，之前的一切迷惑、烦恼、障碍都荡然无存，只剩一片无边无际的空灵，寂静清安。这便是空性，而这一切通通发生在当下的一念之中。一念即包含了五蕴，这也是达摩西来一字无，全凭心意下功夫的含义。一念之中有着空性，有着圆满，有着欢喜，有着究竟解脱。一念谦如，一念具足，也即是一念成佛，念念成佛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